大家好，我是竹君律师。加盟一个成功的品牌啊，感觉是有人手把手教你怎么成功嘛。那如果加盟网红的品牌呢，更感觉是一夜致富的秘籍。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加盟店会跟加盟业者闹得不愉快呢？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加盟契约的陷阱。前阵子有加盟店出来爆料，说自己加盟了超派炸鸡这个品牌。那爆料者认为超派炸鸡在加盟这一块其实是有一点好像在割韭菜。那他们爆料的情形就包括说赚取的利润不如预期啊。他们认为超派炸鸡一开始在计算成本跟获利上面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例如说他们把套餐的内容都变成单点来计算，那单点一定比较贵嘛，但实际上你根本是卖不到这个价钱的，所以一开始的预估就已经过于乐观了。那加上加盟店去反映说，利润好像不是很好的时候呢，超派炸鸡竟然要求他们说，那你就把炸鸡切得小块一点，然后多出来的部分你可以另外去卖盐酥鸡啊，这样你是不是一块鸡肉你就可以赚2笔钱？可是加盟店就觉得说，那这样是好像有点在欺骗消费者，就是不太对啊。加上超派炸鸡之前有一些公关危机嘛，那公关危机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求加盟店要配合行销。那大家本来日子就已经不好过，你还叫人家在那边买1送1什么的，更是做不下去。所以加盟店就出来爆料说，那这样我根本做不下去啊，你们根本就是在割韭菜等等的，所以他们就把它收掉了。那针对这一次的危机，其实超派炸鸡的合伙人就是文哥，他也有出来做说明啊。他的说法是他觉得加盟店是有点断章取义的。包括说加盟金，他们其实没有收到200万这么多，而且超派炸鸡里面其实只有38万是权利金，其他全部是你的装修费用。他也针对这个爆料者的财务报表，认为他的计算基准是有问题的，就包含说他只有开店3天，就可能月底开幕，但他计算的成本是拿1个月去算的，那当然你一定血亏呀。那还有加盟店呢，他把自己自愿支出的一些花篮啊等等，都算在建制费用里面。那再来说超派炸鸡不赚钱，其实好像是很冤枉的。那针对鸡排切小这件事，他也严正的否认，认为说就算是有切，其实它还是足够是8两重的，所以他们没有欺骗消费者的情形。最后他觉得出来爆料的这个加盟店开店的第1个月，其实就赚了80-90万。在食品业当中，其实算是已经非常赚钱了，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一点被冤枉了。那除了超派炸鸡之外呢，之前还有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红加盟店，就是廖老大饮料。我喝过，其实我觉得蛮好喝的啦。对，但是现在好像几乎真的都看不太到了。对，那加盟店对廖老大的抱怨是什么呢？他认为说廖老大收取了加盟金，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提供任何资源、教育训练，包括 SOP。那加盟店他本来就是新手小白嘛，那你什么都没有教他，那他怎么赚钱呢？另外，廖老大也曾经有开直播，然后去批评加盟店的品质参差不齐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廖老大你怎么会这样做？就你还来自己骂我们。那最后一个比较严重的争议是，廖老大有要求加盟店要去做慈善捐款，但他们有抱怨说，这个慈善捐款他们其实没有拿到收据，他们根本不知道钱被廖老大拿去哪里了。那廖老大针对这些批评，他其实蛮硬气的，我觉得他超派的，他就说，你们这些品质不好，叫他们要退出加盟，直接要叫人家滚。加盟的那些业主，他们都有告这些网红。廖老大的部分有，超派目前是没有的。廖老大是有闹上法院的。台中地院在审理的时候，加盟店的那个说法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他认为廖老大是没有提供完善的教育训练的，那导致加盟店他们本身就没有经营的经验，所以他们赚不了钱。那他们还有指控说廖老大开直播骂他们这件事，发表一些言论这件事呢，是损害他们品牌形象，导致他们根本就经营不下去。那大家都不想喝，怎么赚钱？可是法院在认定上，他是怎么认定的呢？法院其实看了契约，发现契约里面是有写清楚说你教育训练的内容啊，还有进度表，这些都有给加盟店了。而且廖老大他也实际有去提供这些教育训练，按照这个契约的内容去走了，所以他没有违约的问题啊。那对于廖老大一些可能比较奇葩的言论呢，法院是觉得加盟契约这件事情是你给加盟金，然后加盟业者教你怎么去经营这家店，然后给你教育训练，给你资源，给你原物料等等的。加盟契约并没有保证获利，所以加盟业主他没有义务去保障你的品牌形象，所以他认为廖老大没有违约。那这样子加盟不是很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啦，因为投资理财本来就有赚有赔嘛。加盟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主管机关，叫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它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它不只是针对消费者跟店家，它其实还管店家跟店家之间的竞争秩序。就我们很常听到说，可能某某公司垄断业界啊，这种什么垄断、联合、独占，这种都是公平交易委员会管理的事情。那他们还管一件事情叫多层次传销，就是大家比较白话叫做直销，或者是比较难听叫老鼠会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加盟归公平交易委员会管？因为加盟它其实是一个资讯落差，加盟业主就是这些品牌方，他理论上已经是某个领域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了，对，那他很清楚成本、通路、原物料这些，但去加盟的人，他们大多都是新手小白，所以他为了避免说这个业主呢原本就是独占的一方嘛，那他去利用资讯差去割韭菜，所以这个是公平交易委员会要管的。那公平交易委员会其实制定了一个东西叫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加盟业主经营行为案件之处理原则，非常长的一个规则就对了。可是它写得很详细哦，它其实详细的规范说，加盟业主就是品牌方，你在跟民众成立加盟契约或者是收定金之前，你其实要揭露一些资料，它有写出7项你一定要揭露的。第一就是开始营运前你需要什么费用，包括加盟金、教育训练，你需要买哪些设备，需要做哪些装潢，你都要告诉那个要加盟的人。第二，营运期间你会需要什么费用，包括权利金，就是到底要不要给，是每年给还是每个月给。那另外就是品牌行销的规划，如果有推出一些活动的时候，加盟店需不需要一起支付这个成本？还有就是原物料的成本预估，这些都是加盟业者要告诉加盟店的。那第三，加盟业主他的商标专利可不可以授权给店家使用？那授权的范围又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我加盟了他，那为什么我不能用他的招牌？我为什么不能用他的名字？其实这有可能是不行的，它有可能是禁止的，所以这个契约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不然你有可能就违反商标法等等的。第四，加盟业主在这个期间会提供什么样的经营协助，什么样的指导训练？那内容是什么？最普遍看到的是教育训练啦。那有一些总部甚至会约定说，假设你有人员短缺的情况，总部是可以派店长过去支援的。第五，在预计加盟的这个商家，他的营业区域内，原本的加盟业主他有什么样的规划跟计划？这个就是曾经有个都市传说，就是某一家非常知名的超商，他会在加盟店经营起来的时候，在他的正对面去开一家总店，然后把加盟店干垮。这个是曾经听说过，所以后来公平交易委员会是有要求说，一定要去揭露，就你在这个区域内可不可以再开设其他总店、直营店，这些你都要去告诉要加盟的人。好，那第六呢？它的经营限制有哪些？什么叫经营限制呢？就像商品跟原物料，你有没有一定要跟总部买，还是大家可以自己买，可是要买特定厂牌，或者是说你的最低进货量？最后，如果加盟店他不想做了，他想要变更、解除或终止契约，他的下车条款是什么？以上这些内容，这7样内容是你最少在签约收取定金前10天，你必须要完整告诉加盟店的。除此之外，你要给5天的审阅期间。那签约后30天，你要给加盟店一份完整的契约。所以主管机关已经把过程跟时间都规定得非常详细了，他甚至把你应该要注意的事情要求加盟的品牌方是要告知你的。那如果没有告知会怎样？要赔钱吗？要，如果加盟业主他是没有做到这些义务的话，他有可能就会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5条，影响交易秩序的问题。那依照42条呢，他是会处罚锾，就是罚款啊。他会按次处罚，就每一次哦，你一份契约就是一次哦，每一次会处10万到5000万以内的罚款。所以对加盟的民众来讲，如果他有违反前面的条文的话，你是有机会利用契约去告他说他违约，那他没有尽义务，你要解约或你要违约金等等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加盟业者，他是有一定业务的。那我们回头看掉老大的官司，你觉得他会赢是意外吗？他那个契约一定是有律师看过的啦，至少是有抄那个原本就是人家在做加盟业的契约范本的。
所以想要加盟的人其实很简单，你就一个重点就是好好看契约。一般民众最常犯的事情就是他根本不看契约。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契约要有个审阅期间吗？这份契约在你签之前，业主应该要提供给你看的时间。譬如说他是写5天的话，你就最少可以把这个契约带回家看5天。可是有些人会放弃，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放弃吗？它分2种状况，一种是如果业主原本就在契约里面硬说，哦，我放弃审阅期间，那这种东西通常会输，法院会说不可以这样子写。但现在业主也都很聪明，他不会印这个东西，他要求什么？你自己去手写说，我同意放弃审阅期间，或你手写说，哦，已经有逐条解释了，已经有逐条告诉我了，所以我放弃这个审阅期间。那如果你写了，不好意思，大部分的法官会要求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如果你有手写这个，然后你后来要去争执说对方没有给你看契约的话，80%-90%你是赢不了的。我觉得当事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哦，我虽然契约这样写，但当时实际的状况是怎样？那其实听到这句话，我基本上就是心寒了啦，那个是一定输的。对，那公平交易委员会呢，它非常贴心哦，它的网站上面有一个文件叫做应揭露加盟资讯清单。所以如果你想加盟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清单印下来，去好好去看看，说你有没有每一条都有确认到了。不然，其实现在加盟契约到了法院上，80%-90%都是加盟店会输掉。其实不奇怪，因为加盟业主他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指南在那里，已经告诉你说，你的契约或你的计划只要按照这个指南来，基本上就是合法。那很多民众又都不看契约嘛，那之后才告，那人家契约写得这么好，你有什么办法呢？那看不懂契约就显得律师的珍贵了嘛，就可以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其实超派炸鸡这一次的纠纷，大家刚听下来应该也会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就是至少目前台面上啦，我不认为超派炸鸡有违法的地方。当然，法律跟民众的观感常常是不太一致的嘛，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说什么不相信法律啦，不相信台湾司法。只是单纯这一次爆料者出来的爆料，其实讲难听一点，我觉得加盟店要为自己的行为去做负责啦。听起来只是因为过于信赖造成的悲剧，就感觉好像是你把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交给一个比较两光的朋友，对，那你可能跟这个朋友也不熟，所以再次还是说明了律师的重要性。像其实我个人的事情，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就好，不然你有时候迫于人情、迫于滤镜，其实你会忽略一些你应该要去注意的事情。但你今天如果花个2-3万，请律师帮你审约，你还可以不用跟你的朋友说，哦，我觉得这一条要改，你可以跟他讲说，我的律师说要改，这样他也没有办法请了你嘛。或者是在签约之前，把我们这个影片打开来看个10遍，一条一条去核对，你有没有每一件事情都真的搞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加盟。好，那大家对于加盟契约有什么问题或什么想要讨论的，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竹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